欧洲也流行一种气味约会，参加的人会被要求收集腋下的汗水之后放到瓶子里，让大家依照闻到的味道喜好来做评分，就像是气味版的 Tinder。 女性可以凭着闻她的伴侣的味道找出和她基因有相容性的另一半，结果女性所挑选的对象大多跟她带有不同的 MHC 基因，所以靠着气味寻找另外一半在演化上的确是可以避免近亲繁殖，所以你有空不妨也可以认真闻闻看另外一半和其他有潜力对象的味道。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有人说真爱的表现就是互相闻对方的体臭还怡然自得。油腻的头皮、脚趾和腋下，你怎么选？一到夏天就是体味喷发的季节，我一点都不喜欢闻到别人身上的味道，但我还是想说一下流汗的科学。我今天想说一个被女友传染狐臭又自我恢复的真实故事，但在听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背景知识。如果流汗这么不讨喜，演化上为什么要让我们走到这一步呢？人的身体有时候比我们自己更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些感觉没什么好处但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用某种模式在保护着我们自己的身体。人的身体追求恒定性，太多和太少的数字都不好，所以身体会努力的去取得一个平衡。身体为了维持在最舒服的温度，发展出一套完美的散热机制，将汗水排出，水分蒸发的同时，身体的热能也会被带走，这样你的体温就可以至少保持恒定。汗水就是我们的小汗腺和顶浆腺这两种汗腺来的，你身上流的汗主要来自小汗腺，这种汗腺分布在全身的皮肤，有专门的通道，分泌带有钠的汗水到皮肤表面帮助身体散热，而顶浆腺就是经热重点，大多分布在腋下、耳后、乳晕和私密处这些部位，因为出口和皮脂腺一样都是在毛干中，而顶浆腺在青春期就会开始旺盛的分泌丰富的皮脂混合物，里面有蛋白质、脂肪酸，这些看起来会像白色的液体，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就会利用并分解这个养分。腋下是一个比较潮湿闷热的地方，加上你供给汗水当食物，配合适当的温度湿度，细菌自然就会在你的腋下大量繁殖起来。其实皮肤上有许多和你共生的细菌会在皮肤的表层形成屏障，可以阻挡外来有害的病菌，但科学家就发现在有狐臭的人身上，腋下棒状杆菌的比例特别高，加上棒状杆菌会释放出含硫的分子，你就更容易有异味出现了。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在国外有位比利时的博士和女友交往不久之后，某天在女友床上突然闻到自己出现的一个味道，怀疑是女友身上会产生异味的细菌转移到他身上，让他的腋下的棒状杆菌比例高达 50%。 如果这个时候他先跟女友说这件事，他们应该就会去大吵，但高情商的他对事不对人，觉得既然是女友的细菌移植到他自己的身上，那找回自己原本的细菌移植回去不就好了。所以他知道不容易产生异味的溶血葡萄球菌很喜欢在棉上生长，他就找到以前的旧 T 恤，穿了几天之后，的确棒状杆菌明显减少了，也顺利摆脱女友传给他的异味。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劝说自己女友穿上自己以前的旧 T 恤啦，但总之找男友就是要找这种的，具备问题解决能力非常的加分。那这边要稍微再解说一遍，为什么他穿回以前的旧 T 恤可以改善让他回去呢？因为他以前的旧 T 恤上面有他原本细菌的菌丛，细菌为了争夺生长的环境，他们是会互相打架的，看来是他以前的旧细菌稍微打赢一点，所以新来的这些细菌就没有办法这么多。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体味闻起来也会不太一样。男生的臭据说是有点像臭乳酪山羊的味道，女生的是热带水果加洋葱的组合。虽然在美国确实对体味有这些刻板印象，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要消除和盖过一切体味，但法国人就是比较想办法疏通，找可以和他们体味搭配的味道。所以欧洲也流行一种气味约会，参加的人会被要求收集腋下的汗水之后放到瓶子里，让大家依照闻到的味道喜好来做评分，就像是气味版的 Tinder。虽然科学家还没有真正找出人类的费洛蒙，但我们的确会凭气味来选择伴侣。1995年有个经典研究 Sweaty T-shirt 这个 study， 科学家 Klaus Wedekind 觉得女性可以凭着闻她的伴侣的味道找出和她基因有相容性的另一半。那他收集男性充满汗水的 T-shirt， 再让女性挑选最具有吸引力的味道，结果女性所挑选的对象大多跟她带有不同的 MHC 基因，而
而2个带有不同 MHC 的精子和卵子所产生的后代往往会有比较好的免疫力。所以靠着气味寻找另外一半，在演化上的确是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帮助产生更健康的下一代。所以你有空不妨也可以认真闻闻看另外一半和其他有潜力对象的味道。但与其想要靠体味找另外一半，相信更多人应该是受体味造成社交问题，所以才想办法要来处理。有些人使用止汗剂来改善，通过含铝的成分堵住皮肤表面的汗腺出口，或是透过肉毒杆菌让排汗神经睡着。比较积极的是透过侵入式的手术跟微波加热手术来处理这个问题，减少汗量，细菌就比较难在比较干燥的皮肤上繁殖。不过解决这些汗腺，身体还是会很聪明的，需要将汗水往其他地方代偿性的排出去。你的腋下问题解决了，就有可能变成你的胸、你的背，其他地方容易出汗。如果是胯下，就会有点精彩了。顶浆腺的分泌带有皮质混合物，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进入到血液中，都可能顺着这条路径出去。比较爱吃红肉的男生身上发出来的体味，貌似比较不受女生喜欢。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在乎的话，少吃点辣的，大蒜、咖啡、咖喱这些东西都可以稍稍帮助减少汗的异味。总之，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很轻松看待流汗这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就算你的体味不受人喜欢，应该也没关系吧。有另外一半的你，只能说对方身上的细菌很难防。本身如果没有什么体味的人，我建议你一定要保存留下自己穿过的 T 恤，不要洗，因为这是一件防范未来的事情。谁知道你之后会不会交到有狐臭的另外一半呢？只是自己通常闻不太到自己的味道，你可以请别人来帮你闻看看。因为你闻不到，不代表你没有。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